在小小的院子里面挖呀挖呀挖，在小小的修为像只大王八。你才是王八，你全家都是。吾乃仙界神兽玄武是也。王八齐了还要咬人？季往生占着宗门资源最好的北极峰，却不知修炼，只知整日挖地。这北极峰还不如让给我。二师兄有所不知，这不是一般的地，此乃仙界之基，黄天厚土。我虽整日挖地，其实是在修炼。哼，可笑！黄天厚土是仙界才有的东西，你当你这破院子是仙界了啊？罢了，师兄，你今日来是有何事啊？师尊有令，宗门9大真传弟子立刻前去议事。什么事？需要所有弟子都去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不管什么事儿，反正对你这个废物都是坏事。管他，还是我挖地最重要啊！仙月凌空，仙界最强，皓月女帝功德无量，仙之天，傲世间，女帝大人就是天。哪个敢称无敌？谁敢言不败？天上地下，只有女帝大人。本帝在仙界无敌数百年，此生难有一败。这是何方强者，竟然挖走了我界的仙月？女帝大人，仙月不知，仙界该如何是好啊？本帝与仙月乃一体，仙月被挖，本帝道基受损，只有转世自保。待我找到仙月，再回仙界。哇，我又挖到了什么？还会发光，干脆晚上当个小夜灯吧。绣着月亮的肚兜，难道是圣器？但我一个男的对我也没用啊。还挺香，有点热热的，总不会是仙界某个仙子的被我挖没了。自我穿越到这修仙界，挖了20年仙界的黄天厚土，我都快把仙界挖没了，也不知我何时能筑基。达到50，根据其为契约，只要收3个气运之子为徒，便可筑基飞升。我筑基需要收3个气运之子，原来如此。不对，刚才二师兄叫我去大殿开会来着。这不是宗门大殿，哪来的土鸡？站一边去！没想到我鸡哥也有羽化登仙的一天。望生，你修为浅薄，各峰峰主对你担任北极峰峰主多有不满。本宗主给你20年期限，若你在此期间无法招收一名筑基弟子，那就休怪本宗主撤销你北极峰峰主之位了。望生哥哥别怕，以后收徒大典，你随便收个筑基弟子，就能保住峰主之位了。你这样废物就该滚出宗门，也配收徒？小师弟啊，你得努力了，可别到时候一个徒弟都收不到啊！我明白了。我收徒，那也得有气运之子出现。哼哼，20年，整整20年，竟然一个气运之子也没出现，我要怎么筑基？季往生，速到宗门广场。这次收徒大典，希望能有气运之子吧。是出头强者又来了！上次他挖走仙月，这次我仙界的仙山也不保啊！此人到底会是谁？女儿，这次收徒大典，你一定要被9大峰主选中，这样你就能成为真传弟子，一步登天了。真传弟子，在我眼里什么也不是。本帝就是仙界转世的皓月女帝，这个小破宗门，无人配当本帝的师尊。做个杂役弟子，不让人引起注意就好。本帝寻找仙月20年，等我在此处找回仙月，就向出头强者复仇。
听说此次要招收真传弟子，也不知咱们是否有机会被封主看中。众所周知，修炼分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和大成。我们就别想了，机会都是假去8大道种弟子的。未来他们至少是化神修为，其中最强的姬小人已经筑基，真传弟子估计就是他了。咱们丁曲只配当杂役啊！女儿啊，你为什么天赋不再强一点？这样就不用当杂役了呀。杂役？本帝分明是故意隐藏天赋和修为，只是不想成为真传弟子罢了。宗主大人到！你们看，极道宗的宗主为何戴着面纱呀？不知道，这宗主乃修仙界第一美人，他曾宣布，谁能摘下他的面纱就嫁给谁。但这么多年，没有一个男人能靠近他一步。他修为高强，谁靠近他，不就是找死9大封主到！快看，那不是最废物的北极峰峰主姬望生吗？他也敢来收徒。当年若非他爹为宗门战死，他怎么可能当上峰主？望生20年了，这次的弟子你先选吧。是，宗主。宗主，道种弟子也就才8人，你让师弟先选，这不是偏心他吗？我支持望生哥哥先选。姬无道，有本事你打过我，再说望生哥哥坏话。季望生，区炼气废物，也配收道种弟子为徒？本尊才是极道宗宗主，本尊的话，谁敢不从？望生哥哥，我听说8个道种弟子里有个叫姬小人的，有筑基修为，选他，你一定能保住北极峰的。他一个炼气，就算选他，人家肯拜吗？姬小人，那他也得是气运之子再说，我看看再说。诸位师弟，待会儿那废物敢选我们，记住千万不要答应。姬师兄，你就放心吧。对，放心吧，姬师兄。我早已经买通了8大道种弟子，姬小人更是我亲自安排进来的间谍。等下不会有人拜姬望生为师。这是魔道气息，不过他可不是气运之子。望生，如何了？有决定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一个是我要选的人。望生，你确定？别忘了，今年是20年的最后1年，北极峰若还是没有筑基的人维持宗门阵法，本尊也帮不了你。宗主啊，小师弟这是自知道种弟子不会选的，他才不选的。看来小师弟还是有点自知之明。望生哥哥，你的意思最重要，你先选一个，保住北极峰吧。没有气运之子，我收徒又有什么意思？毕竟以我炼气3万层的实力，北极峰我不给，谁也拿不走。等等，这股气息，让我看看，发生什么了？怎么突然变天了？你们快看天上，那是眼睛！这是绝世强者在窥探此方世界，大家快闭眼，不可直视强者。果然，20年了，气运之子还是叫我遇见了。他为何会窥探我？难道我是皓月女帝转世的身份被发现了？宗主，既然小师弟没能收得筑基弟子，按照约定可以取缔他的峰主之位了吧？二师兄，你急什么？收徒我已经选好了，就是他。我是丁区弟子，你竟然要选我？本帝都躲到丁区了，怎么还被选中？莫非他是看中了本帝的美貌，想让我伺候他？不行，我才不会拜这种人为师，更何况是个区炼气境的废物。太好了，女儿，马上你就是真传弟子了，快拜师啊！该死，所有弟子我都提前打好了招呼，唯独漏掉了只有杂役弟子的丁区。不，我绝不会让季望生收徒。望生选了你，你还不拜师？你快拜师啊！拜了师，你就是真传弟子了。明显他不愿，果然，谁会拜季望生一个废物为师？虽然你是杂役弟子，也可拒绝拜师。我决定了，如果他打动不了我，那我死也不会拜师。要打动你，这还不简单？只要我肯收你这天资低下的人为弟子，你必将感激涕零。这样吧，只要你拜我为师，我就赐你一颗筑基丹，有60%概率筑基。这是上品筑基丹，这在外面少说也要100枚灵石啊！姬峰主不愧是玉兽峰峰主，出手就是大方。也太大手了，谁拜他为师就是血赚。区筑基丹，以本帝天资，
根本不用。多谢大人厚爱，小女子暂时不需要筑基丹。不识抬举！既然你不要，那本座就赐你金丝残衣，可挡金丹修士全力一击。金丝残衣，这可是玉兽峰金丹妖兽吐丝编制而成，1年只产出1件，珍贵至极。女儿啊，此等法宝，赶紧拜师啊！哼，这东西还不及仙界的地毯。大人，小女子一心只想留在宗门内修炼，不想外出。这防身的东西与我无用吧？简直贪得无厌！你竟然还想拒绝？你知道这东西，你见上一眼已是莫大荣幸。二师兄，区金丝禅衣算什么？我有一件专给女子使用的法宝，这红肚兜里有一股强大的仙力，给徒儿正好。这是本地的红肚兜，怎么会在他手中？难道本地一直寻找的仙月也在北极峰？小师弟呀，害不害臊啊？这可是女人的贴身之物，你当众就拿出了。没想到小师弟看着正经，居然有收藏红肚兜的癖好。洛雨雪，看见了吧？你喜欢的男人就是个好色之徒。我生哥哥，你若真喜欢，我穿给你看啊！这是我从地里挖出来的，是修炼法宝。小师弟，师兄们都懂。师兄改日就给你枚灵石，自行去山下找个青楼发现。女儿，别犹豫了，这人就是个好色之徒，还是赶紧拜玉兽峰峰主为师吧。望生啊望生，你让本尊说你什么好？宗主，季望生修为低，还如此心思龌龊，赶紧取缔他的峰主之位吧。季望生一个关系户，占着北极峰不修炼，整日也不知道在干嘛。还能干嘛？当然是对着红肚兜发泄呗。好日子拿出来的呀！居然如此对本地的红肚兜，你完了！你别听他们瞎说，这红肚兜我可没做什么，你不信就闻闻，上面香味还在呢。本座耐心有限，你若再犹豫，本座可就不收了。季望生，他最终会选谁，一目了然。你就等着滚出北极峰吧。仙月很可能就在北极峰，现在绝不能放弃。晚辈岳梦雪，愿拜前辈为师。啊，起来吧。宗主，现在我应该才是北极峰峰主了吧？姬无道，你先倒是看清楚，他拜的是谁？孺子可教也。女儿，你是不是拜错了？不，我拜的就是他。为什么？难道你真的是因为一个红肚兜？本以为这是个外表高冷、冰清玉洁的女弟子，没想到内在是个浪荡女子啊！一群井底之蛙。这红肚兜可是本地成就仙帝时所穿戴的，里面的仙月之力正好能反哺我的修为。诸位峰主，小女子只是被肚兜上的图案打动罢了，这也不行。就因为这个？不行，他一旦拜师，我还如何夺取北极峰？宗主，他一个丁等区域的杂役弟子，如何配当真传弟子？对，我们不服，不服，我不同意。宗主别忘了，只有筑基弟子才能撑住宗门大阵。小师弟收的只是区杂役弟子，请宗主大人三思啊！那你们想怎么办？宗主，依我看，不如让小师弟的徒弟和真传弟子比试一番。若他能敌过真传弟子，我们绝无二话；若不敌，北极峰峰主易主。我们同意。这望生，杂役弟子实力低弱，赢不过道种弟子，要不你还是换一个吧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徒儿必赢。徒儿去吧，为师相信你。季望生，看来你已经迫不及待想滚出北极峰了。杂役怎么可能打得过道种弟子？望生哥哥，你反悔吧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说你坏话的。不，本座自有把握。唉，这师尊竟然如此不靠谱。仙月毕竟可能在北极峰，看来守护北极峰还得靠我呀。师尊这般没用，待我找到仙月，我要把你单手制压。女儿，别冲动啊，你不能为了一个练气的废物拼命啊！娘，你就放心好了，女儿有分寸。
小师妹，只要你决定换一个师尊，我就放过你。我不需要，还请师兄全力以赴。姬小人，本座命令你付出一切代价，必须赢得比赛，之后好处随你。徒儿，放心上吧，为师相信你。小师弟，你真是不懂道种弟子的厉害。道种乃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，姬小人更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已经筑基修。天才，仅仅是本座弟子的门槛罢了。我这师尊哪来的自信？不过我虽只是半步筑基，但有身为女帝的战斗经验和天赋，区区一个筑基还不在话下。女儿，娘和你说，等下你就直接认输，这样就不会受伤了。娘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女儿，你真傻啊！完了，季望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自己废物护不了北极风，我女儿怎么会和道种弟子打？小师弟，马上你就要滚出宗了，是吗？若等下徒儿不筑基，我自会出宗。虽然会暴露修为，不能再安安静静挖地，但也无妨。不过我弟子既然是气运之子，一个筑基修士，应该还能应付吧？筑基而已，不足为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只有炼气9层吗？为何能越阶击败道种的筑基修士？不，本尊观他已半步筑基，已经触及到了修仙的门槛，可也只是半步筑基，怎么可能击败最强道种弟子？各位看见了吧？小师弟挑选的人赢了。宗主大人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还请您明察。不，他竟是仙人之姿，太阴之体，难怪啊，难怪！望生，你这是捡到宝了。太阴之体，我的魔功便是极阴之力，若他能当本座的炉鼎，只要双修，我必能一举突破化神。到时，整个极道宗都将是我的掌中之物。结果已经分明，没事的话，我便带着徒儿回北极峰了。等等，谁说姬小人输了？他还没摔下擂台呢。本座赐你元婴法宝。再说，别来见我。是。宗主，姬武道作弊！二师兄何来作弊？修仙界除了靠实力，还有背景。二师兄一出手便是元婴法器，季望生能拿得出吗？以本帝现在修为，元婴法宝确实困难。北极峰也还不值得本帝拼命。反正输了，本帝也能去北极峰。我认。谁说北极峰没有法宝了？这如此强大的修为波动，锄头强者又来了！不，他把锄头神器取走了。只是取走锄头就能让仙界动荡，这要是亲临仙界，仙界还能存在于世间。徒儿，为师借你神器一用，接好了。锄头，师尊，我在比试，不是当农民种地。你居然让我拿锄头去对付威力强大的元婴法宝！这是神器，小师弟，你整日就知道挖地，把自己智商都挖没了吗？一把破锄头也敢和元婴法宝对打，和鸡蛋碰石头无异。季望生，认输吧。望生哥哥，锄头怎敌元婴法宝？我借你吧。不需要，有我的锄头足够了。季望生，你就是个废物，连个像样的武器都给不了我女儿。没实力就不要收徒，祸害我女儿。当初若不是季望生的爹为宗门战死，他一个炼气废物，怎么可能成峰主？他爹若知道生了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，会从棺材里跳出来吧？怎么回事？刚才天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打雷了？管他，这场雨刚好给小师弟送行。够了，望生的爹毕竟为宗门战死，若非宗主，尔等今日都休想脱身。又在说人听不懂的话。师尊，等下我若输了怎么办？徒儿尽力便可。那行吧，我就稍稍认真一点点吧。道种弟子不愧是道种弟子，竟能如此快速催动元婴级别的法宝，如此力量，怕是金丹弟子也难以抵挡。看来季望生这弟子是必死无疑了。我徒儿必赢。
哼，这一剑要你命！来吧。这女子长得倒是风华绝代，可惜就是拜错了师尊，葬送了前途。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我上好的炉鼎。不过死后将人炼制成器具，也许还能用。都怪你这个废物！如果女儿死了，我要你赔命！这是锄头，这真是锄头，这和20年前挖我仙月的锄头一模一样。如此恐怖的威能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锄头。这锄头能赢过堪比金丹的力量。小师弟，你这锄头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神器？什么神器？望生哥哥，刚才是我误会了吗？你这居然是神器，你天下无敌了呀！有此神器在，我极道宗大兴啊！不过望生，你这锄头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师尊，你究竟是谁？这锄头就是我平时用来挖地的呀，不是吗？等等，北极风向来灵力充足，小师弟每天挖地，锄头每天沾染灵力，所以进化成了一把神器。有可能，这把锄头曾挖过无数灵芝和灵石，算是吸收了一整座峰的资源。北极峰真是个宝贝集中的地方，看来本地的仙月就在北极峰上。好了，姬无道，这次你总该认输了吧？姬王生不会善罢甘休的，等着北极峰和你的徒弟迟早都是我的。既然无话可说，那往后北极峰峰主之位还是姬王生。是。宗主，这次是我冲动了，为表达歉意，我愿3日之后亲自操办我极道宗100年一次的大比。准。姬王生，3日后的大比，我要让你死。徒儿，走吧，为师带你回北极峰挖地。这里到底是修仙之地还是下乡啊？真是杂役弟子的住处都比这乡下好。谁叫本地的仙月很可能在此处，不然这种地方本地宁死不踏足一步。徒儿，你别看师尊这院子破败，但为师种植的东西都非凡物，若是拿出宗门售卖，怕会引起大陆修士疯抢啊！疯抢？这些植物长这么磕碜，是个凡人都不要吧？待本地找到仙月，就立刻离开这小破院子，回归仙界。娘要是早知道你这师尊不仅弱，还如此穷困潦倒，当初就该以死阻拦你拜师。对了，娘，你帮我去一趟杂役弟子的住所，先把我们的东西都搬过来吧。那好，你们毕竟男女有别，娘不在的时候注意安全。师尊，你不是要带我种地吗？我种，只要能挖出仙血，拼了！徒儿，你当真是上进，随为师来吧。哎，对了，徒儿，你快把红肚兜穿上，为师带你飞。弯腰，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师尊，你等一下，我想换个姿势，这姿势太累了。徒儿，你不懂，就你这个姿势最省力，最能让你体验到乐趣。我输了，师尊，徒儿对不起你。没事儿，这也在为师的意料之外。这是我魔教的噬骨液，就算是金丹修士，沾上一滴也会立刻化为血水。你现在去北极峰，想办法让姬往生喝下。师尊，我们这样做不会被发现吗？哼，他一个炼器废物，死了皆大欢喜，怕什么？可是极道宗要去美峰，需要美峰峰主的允许，这不就是机会？宗门管理处的人真是抠门，连个储物袋都舍不得送。你是那位最强的弟子？伯母，我来帮你吧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伯母，现在我和你女儿都是真传弟子，当然应该互帮互助。走，我亲自送你回北极峰。要是我女儿也能拜入姬峰主门下，那该多好啊！会的，
只要纪望生那废物一死，我就当场办了月梦悬。师尊，这个姿势也太累了，就不能换一个？哎，徒儿，你这姿势不对，再上来一点，用腰部发力，不是用手。这样吗？啊，对，很好，深一点，往深点吧。纪望生，你死定了！你们这是在……二师兄，你提着把剑来我北极峰干嘛？是来挑战我的？可恶，宗主竟然察觉得这么迅速！小师弟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若动手，一根手指头就能胜过你。纪望生，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娘，师尊就是在教我种地，怎么了？女儿别怕，娘都知道，你师尊就是个色狼，他对你肯定不怀好意。娘，你真的误会了。什么？所以说是你主动的？小师弟，我提醒你，宗门大比在即，你最好做好准备。徒儿，按照我刚才交代的，认真挖地。季师叔，何事说吧。季师叔，在之前的收徒大典上，我对您多有冒犯，特来道歉。道歉？季师叔，这是我花重金购得的灵丹妙药，有重塑根骨的功效，还请您收下。你确定这是灵丹妙药？没错。这可是蚀骨液，寻常金丹修士沾之即死，你一个炼器更是如此。爽，这不就是修仙界版的可乐啊？没想到在修仙界还能尝到家乡的味道，亲切呀！师侄，这东西可还有？你没事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师侄，你说什么？不，一定是分量不够。季师叔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去就回。原来这东西叫蚀骨液，味道还挺不错的。季无道，你想怎么对付我都没事，但你若敢动我徒弟一根手指头，那就别怪我不顾宗规了。季师叔，请慢用。这么多蚀骨液，就算是元婴巅峰的强者也扛不住。这次你死定了！真爽啊！难道这蚀骨液是假货？师尊，救命！救命啊！自己修为不够，还是别乱尝试的好。师尊，是我幻听了吗？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喊救命。徒儿，怎么可能？你听错了。你筑基了？嘿，不错不错。本帝刚才随便挖了一下，就找到了仙月的一丝仙力。待我找回仙月，必将重回仙界。既然徒儿你已筑基，那为师就传你一招剑法吧。小草剑法？没错，这剑法乃是为师平日除草时所悟，虽不敢称天下第一，但绝对是当世最强剑法。师尊，您就吹吧，还当世最强剑法？真当我没见识？本帝随便翻出一本剑法，都能比你这破剑法强上17、8倍。是，多谢师尊指点，徒儿这就去练。对了，徒儿，练剑之前，为师得先教你剑道，这样你才能快速领会剑意。就凭你，还教本帝剑道？哪怕是天界剑仙，剑道也远不及我。多谢师尊美意，徒儿其实对剑道略懂一二，就不劳烦师尊操心了。哦，那你可知道剑道的巅峰是什么？所谓剑道巅峰，便是一剑出，万剑归宗。不，浅显了。那师尊，您说何为剑道的最高境界？所谓剑道，便是一花一草，皆可化剑。师尊，花草
怎可能当做剑来用？我若是初学修炼者，或许会被骗的，但本帝乃皓月女帝，对剑道的理解不知比你这个凡人高出多少。徒儿看好，为师一根草就能斩落日月星辰。或者师尊还真能撞啊！仙界没了皓月女帝，再无与本帝争锋之人，无敌真是寂寞呀。金乌女帝，如今仙界您是最强的存在，何不借此一统仙界？是啊，唯有您才能引领我们对抗锄头强者。哼，所谓的锄头强者，也只是能欺负欺负皓月，在本帝面前，本帝能瞬间将其灭杀。那是何物？是一株小草，锄头强者尚未应对，如今又来了一个小草鉴定，我仙界到底招惹了谁啊？先是锄头强者挖走仙月，后有小草鉴定斩落金乌，这是要灭我仙界呀！谁？到底是谁，竟能斩落仙界的金乌？没有金乌，人间就永远没有了光明。到底是何方绝世大能，竟有如此恐怖的实力？一下没了太阳，确实麻烦。原来方才只是天狗食日，差点真信了师尊的邪。如何？现在相信为师了吗？行行行，师尊您最强，看在你是师尊的份上，我就不点破你了，给你留些自尊心。唉，本尊实力太过强大，但愿刚才那一剑没伤到旁人。修为全失，你说你这是幸运呢，还是不幸？看这伤势，应该是被我那一剑误伤的，我便以皇天厚土为你赔罪吧，再赐你一场大机缘。竟然还是气运之子，这真是你的造化了。卑微的人类，竟敢亵渎本帝，本帝定不轻饶！不对，我的修为呢？我的修为去哪儿了？我可没亵渎你，我只是在用泥土替你疗伤。泥巴也能疗伤？可恨的人类，你分明是在用肮脏的尘埃欺负我，本帝绝不放过你！别乱动，你伤这么重，自己不痛吗？不用你管！待我恢复修为，我要单手将你镇压到地底！唉，你如今毫无修为，我可以做你师尊，带你修炼啊！哼，一个凡人也配做本帝师尊？该死的人类，以后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这不是金乌女帝的羽毛，怎么会在这儿？莫非她也被锄头强者打伤了？哼，活该！我躲不过锄头强者的城府，你也休想！那不是本帝华贵的羽毛吗？怎么会被一个凡人拿着？对了，本帝坠落于此，那本帝的羽毛怕都在这里，我还不能走，我得找回我全部的羽毛，才能重回仙界。晚辈金晨曦，方才一时脑热，错怪了前辈，还请前辈海涵。你真的想明白了？自然，晚辈金晨曦愿拜前辈为师。哼，本帝只是名义上认你为师，待本帝找回全部的羽毛，定要让你尝尝被镇压的滋味。行吧，虽说你拜师之心并不纯粹，但无妨，来日方长。你去找你大师姐，让她为你安排住处吧。是，师尊。如今，本尊只差最后一名弟子，便可出击了。师姐，不对，这大师姐为何长得和皓月女帝如此相像？她可是本帝的死对头。你是？我是新来的师妹，金晨曦。金晨曦，
这名字怎么跟我的死对头金乌女帝一样？难道她是？绝对不可能！金乌女帝有洁癖，不允许身上沾染一点灰尘，所以不可能是她。师姐，你这片羽毛能给我看看吗？给你，不给。师姐，我就看看而已。拿到了，只要本帝炼化了这根金羽，实力就能达到筑基。你身为师妹，敢和师姐抢东西是吧？师妹，说师姐该怎么惩罚你才好呢？师尊，救命啊！师尊一个练气，过来也没用，而且从来都是我抢别人东西，还没别人抢我东西。是吗？我从小到大，也从来都是我欺负别人，别人不敢欺负我。好了，都不要闹了。是为师太纵容你们了吗？给本帝等着！等本帝找回所有羽毛，恢复修为，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们一堆师徒。师尊，是大师姐姐欺负我的。谁让你先抢我的金羽了？好了，再吵都逐出师门。明天就是宗门100年一次的大比，谁表现好，为师就给谁吧。姬无道，本次大比如何安排的？回宗主，本次大比在宗门密林中举行，保证顺利进行。是吗？本尊希望是如此。大比就要开始了，望生哥哥人呢？季望生赶来也是垫底。望生又多了一个徒弟。小师弟艳福不浅呢，2个弟子都如此绝色。洛玉雪，看到了吧？你喜欢的人就是一个好色之徒。望生哥哥才不是呢，他若好色，我就把自己送到望生哥哥床上。太好了，正愁一个炉鼎不过瘾，这2个我都要。我宣布，极道宗100年一次宗门大比正式开始。慢着！备战！宁宗主，你真要与我魔教开战？一旦开战，我魔教固然会受损，但你极道宗起码要损失70%的弟子，这样的代价你付得起吗？所以你不是来打架的，那你来我极道宗是？极道宗不是正举办100年一次的宗门大比吗？本教主闲来无事，也想让手下们参加参加。魔教休想！宁宗主，先别急着回绝呀。我魔教若败，便下令让魔教永远不涉足极道宗的地域，并且奉上10万灵石作为赔偿。那要是你赢了呢？我要整个北极峰和北极峰的人。说这么多，原来是冲我来的。望生，你怎么看？小师弟，这些年宗门包容你的混吃等死，无所作为，如今轮到你为宗门付出了。望生哥哥，玉雪会保护你的，千万不要答应。季望生若不敢答应，就证明他是个缩头乌龟。小师弟，你不答应，难道是想拖累整个宗门吗？哎，你们都这样说了，我若不答应，怕是说不过去。行，我同意了，大不了一招覆灭魔教便是了。女儿，咱们走，绝不能跟这废物一起送死。娘，我临阵脱逃会惹人非议的。本帝的仙月还在北极峰，还不能走。好，那比试便开始吧。前面就是极道宗密林，划分为9个区域，各自只要守护好自己的区域，抵挡魔教即可。是，宗主。魔教弟子听令。是，全力攻打北极峰区域。遵命。小师弟，你收的这2个女弟子，还真是招魔教喜欢啊！季望生，我们9峰都各有镇峰神兽守护弟子安危，你北极峰穷困潦倒，估计是拿不出什么抵挡魔族了。不就是护峰神兽？谁说北极峰没有？
现在你有一个能够活命的机会，若把握不住，今晚就吃乌龟炖汤了。明白明白，封主大人放心，小玄一定保护您的2个弟子。魔教不过如此。不好，岳梦轩有绝世神器，主祭弟子根本打不过。一群废物，本长老亲自动手。简直不堪一击！你是元婴强者，魔教竟然派元婴修士参赛，分明是作弊！作弊？哼，我魔教向来不讲这些规矩。怎么办？我堂堂金乌女帝，今日就要陨落于此！我现在就解决了你们！这是保护仙界皇天后土的神兽，玄武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什么东西在我身后？魔元，你这分明是在作弊！作弊？赛前有说元婴修士不能参加吗？卑鄙！齐道宗听令，和本尊前去救人。宗主，切莫冲动啊！没错，是姬王生自己没有能力，没护风神兽坐镇，输了怪得了谁？怪刚才他手上的乌龟。你闭嘴！火生哥哥，我去把你徒儿带回去。不用，我的2个徒儿不会有事。小师弟，看来你2个如花似玉的徒弟，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的。对自己弟子都见死不救，姬往生，我齐道宗怎么出了你这样的懦夫，根本不配为师。宗主大人，我恳请取缔姬往生的封主之位。谁说我师尊见死不救了？你们没被魔教的元婴长老抓走？没错，就算你们手里有神器，但不足以从元婴强者的手中死里逃生啊！所以，密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做得不错，以后啊，你就当我北极峰的护风神兽了。多谢仙人，这一定有问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神兽，师尊，密林里有神兽出没。这是神兽玄武，神兽大人饶命！神兽大人饶命啊！尔等死！神兽玄武把魔武长老给吞了。什么？神兽玄武，他不是在仙界吗？怎么会出现在人界？还刚好到我极道宗的比试现场，这肯定有蹊跷，所以这根本就是假的，没什么神兽玄武。宁宗主，我看是贵宗作弊才对吧？教主，可我句句属实，我亲眼所见呀！闭嘴！魔元对我极道宗的人大打出手，你这是输不起是吧？我不管，本教主就是不服，我要再比一场。再比一场，魔元，你就不怕玄武再把你的魔教弟子给吃了？姬望生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，不然怎么解释玄武只吃我魔教弟子，不吃他的徒弟？等等，玄武跟他手中的乌龟一模一样。什么？难道玄武就是这只乌龟？你们好歹算是强者，怎么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？玄武乃是神兽，又怎会是乌龟呢？退一步讲，尔等觉得我师尊有能力让神兽玄武都听从他的话吗？可玄武不是他指使的，又会是谁？当然是因为本地，玄武肯定是感应到本地有危险，特意下凡来助我的。玄武平日里对谁都爱答不理，却只听本地的话。啊，真相就摆在眼前，你们不信，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好了，望生，少说点风凉话。魔元，无论如何，你魔教都输了，你认还是不认？若是现在开战，魔教也讨不了什么好处。我认，这是赌约的10万灵石，魔教说话算话。不过，你们只怕是有命拿，没命花。望生，这是你们北极峰应得的，收下吧。且慢，宗主，这10万灵石凭什么全归北极峰？宗主，10万灵石乃我极道宗1年的收益，都给北极峰，你是不是太偏心了？我们为宗门也出了力，
难道不该分些吗？就是，没错，北极风啥也没干，就运气好一点，就得到这么多灵石，凭什么？够了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这10万灵石，2万给北极风，其余各风分1万。徒儿，这些都拿去和你师妹分了吧。师尊，你自己不留一些？这些灵石与我无用。也是，你区区炼气修士，1块灵石都够用1个月了。这么多灵石，你当然用不着。徒儿们，我们回北极峰吧。教主大人早就对灵石动了手脚，一旦吸收灵石灵力，体内灵力就会迅速枯竭，到时候魔教死来，我们全都无力反抗。快住手！这些灵石有古怪，这是魔气。若吸入太多，我们体内的灵力会很快耗尽。什么？如今整个极道宗都在用这灵石，若大家都吸了这灵石，岂不是任魔族宰割？赶紧去告知师尊，让他提醒宗主。师尊，不好了，这灵石有问题，魔教今晚要打上来了。来就来吧，一巴掌拍死就行了，别打扰为师睡觉了。看来师尊是指望不上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可不想死！拜见教主，把阵法打开吧。这次我要灭了极道宗。你们2个潜伏极道宗这么久了，都还没有找到宝物，这次别叫我失望了。教主，之前是极道宗宗主偏袒北极峰，不然属下早已将北极峰的宝贝带回来。哼，期望生一个废物都能把你耽误，你也好意思当借口？是属下没用，知道就好。这次你去北极峰，务必把仙界掉落下来的宝物找到。本教主去找宁宗主好好聊聊。是教主。师姐，我挖不动了。挖不动也得挖，对付魔教，为今之计只有挖地恢复修为。本地的仙月就在这里，只要本地找到，魔教弹指可灭。算了，我来吧。什么人？出来！七峰主，大晚上的，你来我北极峰做甚？做什么？当然是想你们2个了。你半夜擅自闯入北极峰，就不怕宗主处罚吗？宗主，本座现在可不怕他。什么意思？事到如今，我就不隐瞒了。如今极道宗所有人都已经被魔教所控。魔教？你们2个是魔教的人？没错，早在20多年前，我就受命潜入极道宗，本想获取北极峰，却不料被那宁青一直阻挠，直到现在，我才终于成功。可恶！魔教竟然埋藏得如此深！不行，我才刚筑基，他是元婴巅峰，我完全没有反抗之力。师姐，你先盯着，我去搬救兵。我乃仙界金乌女帝，绝不能死，否则仙界会永远失去光明。等我恢复些许修为，再杀回来找金鱼也不迟。想走，问过本座了吗？师尊，他们2个现在灵力消散，对付他们哪里需要您亲自出手？让徒儿去吧。也好，本座实力太强，万一伤到他们漂亮的脸蛋儿，就不美满了。岳梦璇，昔日你打败我，害我遭受魔教惩罚，今日我要报仇。既无道，若不想你的徒弟死，就滚出北极峰！师尊救我！没用的东西，岳梦璇，你以为一个废物就能威胁我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吵什么吵啊？哟，这不是2师兄吗？大晚上来我北极峰做何？师尊，你快走！徒儿，你怎能仗势欺人？用为师给你的锄头欺负人家道种弟子呢？快把人放了！师尊，你这是一点状况都搞不清啊！师尊，姬无道是魔教间谍，你快去搬救兵！魔教间谍？2师兄，我没想到你弟子是魔教间谍就算了，你也是。姬望生，既然你不知道，那就快把北极峰的宝物交出来，否则死！宝物？我这全是啊，你要去拿呀？你到底懂不懂啊？本座说的是20年前从仙界落下来的宝物。仙月就是20年前落下来的，他难道说的是
仙月20年前，宝贝实在太多，你具体说的是哪件啊？装蒜！季望生，你再不把宝物交出来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师尊，绝不能给他！好，季望生，既然你不怕死，那我就折磨你徒弟，看你还装不装傻。师兄，你威胁我可以，但谁准你动我徒弟？放了徒儿，否则死！怎么回事？地震了！不，如此大的声势，那个是魔教攻下极道宗了。魔教何时打进来了？哈哈哈哈！季望生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教主之前赔给你们的灵石，里面都是魔气。如今你们整个极道宗的人都毫无还手之力，再不交出宝贝，哼，我师尊就要动手了！别动手，别动手！季大人，求你不要伤害我女儿啊！我不动手也可以，只要你让那废物交出宝物。季望生，你不是我女儿的师尊吗？难道我女儿的命还比不上你的破宝贝吗？护不了徒弟就别当师尊啊！好，我给他就是了。是锄头强者，他又来了！我仙界这是要灭了！他刚才又挖走我仙界的混沌原石，这可是盘古大神开天辟地之后留下来的仙石啊！喏，你要的宝贝，给你。你给我石头，季望生，你耍我是不是？我没耍你，这就是宝贝。季望生，看来你一点也不关心你2个徒弟的死活啊！那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儿办了你的2个徒弟，让你付出代价。师尊，你非把一块破石头说成宝贝，师尊，你是嫌我和大师姐死得不够快吗？姬无道，我最后警告一次，别逼我出手，后果承受不起。哼，是吗？那我偏偏就要看看有多强！耶！徒儿，闭眼，免得做噩梦。完了，这下真的死定了。2个废物，都这么久，宝物呢？教主大人，等我完事后，一定能找到宝物。宝物还没找到，你倒是先享受上了。这废物！季望生，本座给你2个选择：主动交出宝物，我封你为魔教使者；否则他们，本教主马上就赏给手下享用。季望生，我不管你有什么宝物，不准交，否则魔教壮大，极道宗威啊！师尊，北极峰到底有什么宝物？遍地都是啊，遍地都是。你是说这一堆烂白菜和烂玉米？我看分明是不想交。季望生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宗门如此栽培你，你却对宗门不管不顾，到底救不救我？望生哥哥，不用管我，我愿意为了你去死。不能交，就算我极道宗覆灭，也不能成全魔教。好，都不交是吧？本教主逼你交。宁宗主，本教主听闻这世间谁能摘下你的面纱，你就要嫁给谁。本教主今天就摘了你的面纱，再当众办了你。还有那2个弟子，就留给你师徒。多谢教主大人。你们今天敢动他们一下，死！是吗？看着都疼。所有人全部给我上！我要他们都死！是，说了，有我在，也动不了他们。是吗？
灵气恢复了。魔元，今日该你魔教覆灭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灵气为何会突然恢复？一定是宝贝，对，一定是宝贝发力了。季望生，你藏在北极峰的宝物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宝物发力？分明是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。我看分明是你不想交出宝物。望生哥哥跟宝物有缘，所以肯定只有他能使用。什么只有师尊能用？分明是本地的仙月感应到本地有危险，特意释放一丝丝灵力罢了。这宝贝肯定是本地的金羽，本地的羽毛每一片都蕴含无穷灵力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大开杀戒了。本尊在，岂容你随意伤人？该死！魔元，你今日走不了了！宁庆，你今日敢杀我，天下魔教都不会放过你极道宗！我极道宗从来都和魔教势不两立。赵寒光、吴青子，你二人前去捉拿姬无道等人。是。抱歉啊，刚才你的面纱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宗主应该不会让我负责吧？这么多年，只有季望生看见了我的真容，但他修为太弱了，宗门是不会允许我和他在一起的。罢了，就当作没发生过吧。望生，本尊想问，你北极峰的宝物到底是什么？宗主，我这遍地都是宝贝，是你们不信。宗主，我师尊实力弱，并不知道何为宝贝，但日后我们发现，一定及时汇报。还不能让宗主插手北极峰，不然我的仙月不保。没错，我和师姐会多多留意的。本地的羽毛珍贵无比，绝不能让其他人拿走，一根都不行。好，那便如此吧。望生，如今宗门灵气恢复，如果遇到危险，你尽管调动宗门阵法镇压。行。走了，傅总，你还想干嘛？我想多看看望生哥哥一眼。雨雪，回去吧，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分离的。好，望生哥哥，我等你。师尊，那个洛师叔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呀，一体双魂，一个身体，两个灵魂。我空有一身修为，却无法解决。不过我只要再收一个弟子，便能筑基了。到时调动大道法则，就能帮玉雪分离。我曾立誓，谁能见过我的真容，我就嫁给谁。没想到竟会是季望生，但他只有炼气，修为太低。我想嫁你，又难以服众。罢了，等你筑基之时，本尊再向你提亲吧。两位峰主，你们就给我和师尊一条活路吧。二师兄，小人，我实在难以相信，你们竟都是魔教中人，枉我还如此信任你。你可知道，魔教乃是我极道宗的生死宿敌？我当然知道，可你们二人别忘了，当初你们坐上峰主之位，可有我的助力？你们都忘了？大不了这峰主之位不要了，是吗？还有一事你们别忘了，你们的后辈也在我门下，只要我现在动意念，就能杀了他们。你让开！师尊，我们现在该去何处？你我师徒身为魔教中人的身份已被极道宗知晓，所有正道门派都不会接纳我们二人。那回魔教？不，魔教教主已亡，你我回去也无济于事。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。什么路？投奔妖族。人类真是世间最美味的食物。两位大人，吾等已脱离人族，恳请两位妖族大人收留。我师徒二人愿意为妖族效力。自古以来，人妖势不两立，你们真想归顺我妖族？牛头大人，我师徒二人实在无路可走，唯有投靠妖族，方能求得一线生机。那你讲讲，能给我妖族带来什么？牛头大人，人族极道宗北极峰有件从仙界掉落的宝物，一旦得到，您即刻就能飞升仙界。而且看守宝贝的北极峰峰主仅是炼气修为。
你当我傻？人族女帝布下阵法，我妖族难以攻入人族大陆。不过你们二人要是能潜回，打开阵法，将来我得到宝物，定不会亏待你们。可大人，凭我的修为，无法破开女帝大人的阵法呀。这是定海神珠，用此珠便可破开阵法。姬往生，这次我看你如何活命！所有弟子立刻前往宗门广场集合。人族女帝有令，凡我人族修士，立刻赶往东海抵御妖族。什么？我们人族不是有阵法吗？妖族怎么会打进来？是有人破坏了阵法，不论如何，都立刻前往。是。等等，望生，你实力太弱，不用去了。你和你的徒弟就看守宗门吧。等等，宗主，保护人族人人有责，凭什么他不用去？他徒弟还都是筑基，总得去吧？也罢，岳梦玄、金晨曦，你们也去吧。宗主，既然非要我徒儿去的话，那我这个做师尊的不得不去了。罢了，一起去吧。也不知是哪个人族叛徒，竟然敢毁坏了人族阵法！无论他是谁，都要让他永世钉在耻辱柱上。你们的宗主已到，你二人前去劝降。可牛头大人，我担心我们一过去就会被人族击杀呀！怕什么？有我们为你撑腰。是。两个叛徒，没想到是你们！都怪你骆雨雪，若非上次你拦我，这两人早就死了。神族根本不会有这次危机。我不管，我生哥哥最重要。这两个人族叛徒可是你极道宗的人？不是，他们是魔教安插在我极道宗的奸细。诸位，只要你们交出北极峰的所有人，我妖族保证不入侵人族大陆。人族叛徒，拿命来！各位，我奉劝你们一句，只要你们动手，妖族就会立刻水淹人族大陆。他要我们交出北极峰，可谁是北极峰之主啊？我，姬往生，没料到我姬无道还能回来，人族的叛徒必杀之。必杀？你有胆子碰我师尊吗？姬无道，你与魔教勾结，罪不容诛。宗主，你确定要对我动手？只要你对我动手，整个大陆都要为我陪葬，你能担此重责吗？你快住手！如今我们人族没了阵法守护，妖族一旦发水，谁能抵御？没错，我们人族愿意交出极道宗和北极峰的所有人，以求人族安宁。对，交出极道宗，交出北极峰。我不该来，这下回不去了。师尊都怪你，瞎凑什么热闹啊？他们是奔着我的仙月来的。我得想办法，赶快找到仙月才行。既然所有修士都同意，来人，把北极峰的人给我绑了！我看谁敢动！我等参见女帝陛下。免礼。女帝大人，此事因极道宗而起，理应将极道宗之人交出，以免生乱。没错，若妖族水淹大陆，用一个极道宗换我人族安宁，实乃大善。闭嘴！你们真以为交出极道宗的人就能让妖族满足吗？我妖族只想要北极峰，只要把北极峰及其所属之人交给妖族，妖族便会放过人族。否则，我妖族定会水淹大陆。就算你是女帝，也无力回天。女帝大人，妖族领袖亲口保证了，我们快交人吧。唉，我说你们为何总是盯着我的北极峰不放呢？就因为我山峰上的宝物？北极峰到底有何宝物？我也不清楚。唉，我北极峰上所有东西全是。师尊，我北极峰根本无宝物，绝不能让他们知晓仙域就在北极峰。没错，我北极峰若有宝物，我师尊怎会仅是炼器修为？我的羽毛极为珍贵，绝不能被妖族拿走。考虑好了没，人族女帝？我身为女帝，当护全人类，绝不妥协。好，不愧是人族女帝，就是有骨气。
既然如此，那我只能水淹大陆了。海水倒灌，淹没大陆，你人族能活几人？哈哈哈哈！女帝大人，难道你要为区区3人舍弃整个人族吗？万千人族的性命就不是性命了吗？请女帝大人保护人族。区区海水罢了，我来挡。师尊，你就别逞强了。师尊，人族女帝都挡不住，难道你能吗？姬旺生，本尊宣布，你已卸去北极峰峰主之位，快带着徒弟躲起来，不用管这里。真是感人。我最后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，若不交人，人族必亡。我交。完了，我的羽毛！也好，把我交出去，我来解决妖族。他姬旺生已不再是北极峰峰主，我身为极道宗宗主，将亲自接任北极峰峰主之位。宁青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放过姬旺生？可笑！人族女帝，我再警告一次，把整个极道宗交出来，否则就让大陆沉入水底。休想！好，好，好。接下来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全部海水顷刻就能淹没整个人族领地。你是选择救一个宗门的人，还是救千千万万的人？女帝大人，极道宗的人是人，难道我们这些人族就不是人了吗？唉，何必如此麻烦？把我交出去不就完事儿了？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姬旺生，你若还是个人，就自己走出去，别连累我们了。师尊，你去吧，徒儿会为您报仇。待我找到仙羽，今日之仇，我会让妖族100倍偿还。师尊，徒儿也会想办法复活您的。等我恢复修为，就把你复活，做本帝身边的小侍童。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为师呢？唉，罢了，不就是挡个水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过我还缺一个徒弟，你愿意拜我为师吗？师尊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想着收徒？姬旺生，你口气真不小！你一个炼气废物，还想收女帝为徒，哪来的资格？姬旺生，你要死就自己去死，别连累整个极道宗啊！人族女帝，你可愿意？我之前说过，谁能抵挡海水，本帝就拜谁为师。好，那倘若我能做到呢？你一个炼气，姬旺生，你口气真不小啊！东海里随便一只虾兵蟹将都能要了你的命。愚昧的人类，我倒要瞧瞧你怎么抵挡我妖族的海水！姬师兄，上次我放过你一马，你不能恩将仇报啊！对，只要你不杀我们，我们愿意投靠妖族。行啊，两位师弟，你们过来吧，以后我们在妖族有福同享。这下糟了，大家快跑啊！宁死道友也不死我。诸位，我先走一步了，快跑吧！这座山是哪里来的？明明只是一滂土，怎么就变成一座山了？你这不是土，这是什么生物？乖徒弟，还不拜师？一滂土竟然能化作一座山，这是仙人才能做到的。可是姬旺生就是个炼气废物啊！等等，不是说北极峰有宝贝吗？难道就是这个？难怪他这么有底气，原来是有宝物。奇怪，这土我怎么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这土壤为何有仙界的气息？女帝，如今东海已被我平定，现在你可以拜师了吧？现在剿灭妖族才是头等大事，待本帝灭了妖族，再拜你为师。所有人和我诛杀妖族！姬无道，休想逃！宗主大人，我错了，求您饶了我！我发誓，今后永远效忠齐道宗，永不再背叛。宗主，我是被师尊逼迫的，我是无辜的。宗主大人，属下只是一时被姬无道蒙蔽，求宗主饶我一命。罪无可恕！
恭贺女帝大人平定妖族！恭贺女帝！现在总该拜师了吧？我秦时月身为人族大帝，一诺千金，而且本帝拜谁为师，谁就是人族之师。我人族女帝秦时月愿。且慢！快看，是剑儿和苍须子。传说苍须子1000年前就已经是大成修为，举世无敌。剑儿大侠的剑法，若说天下第二，无人敢称第一。他们今日竟然同时现身了。两位前辈，请问你们不让本帝拜师是为何？女帝陛下，你拜谁为师，谁就是人族之师。这个叫季旺生的炼气废物，难道比老夫有资格？没错，就算我们同意，这么多修士，你让你个炼气废物当人族之师？对，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不同意！可本帝不能言而无信。季旺生没有让天下人信服的实力，但是本帝有。本帝今日拜他为师，我看谁敢不答应？我还有我们！秦时月，你能让天下人信服，但可不能让我信服。人族之师有实力者居之，他不配。那你们到底想如何？只要你让出人族领袖的位置，你拜谁为师，我们自然都没意见。没错，原来是来争夺人族领袖位置的，你们才不配为人族之师。500年前，人族女帝镇压魔教之时，你们人在哪里？300年前，女帝陛下耗尽大半生修为，设下阵法阻挡妖族，你们人又在哪儿？不等人族至强者谈话，岂容你插嘴？苍须子，你们过了！女帝，修仙大陆实力为尊，既然你不服，明日我与剑二向你发起挑战。若你输，人族领袖之位易主，并且还要交出北极峰的宝物。若你赢了，我们便不再阻拦，并且我二人将永世守护人族结界，直至羽化。怎么样，女帝陛下，你可敢答应？本帝还没出生时，他们2人就是大陆强者。如今我这个小辈，就算实力再强，恐怕还是缺乏经验。我替他应下了，放心，一切有我。季旺生啊，季旺生，人家乃大成境的强者，你一介炼气，哪来的自信？哼，简直自不量力！不对，他不会是想用北极峰的宝贝对付2位前辈吧？秦时月，1日后比斗，你不能用北极峰的宝物。好，本帝不用。好，1日后，我和苍须子就来与你决斗。你之后还是要拜我为师的，先和我回北极峰熟悉熟悉吧。也罢，1日后大不了输了便是。本帝也不是非要当人族女帝不可，但本帝很好奇，北极峰到底藏着什么宝贝，引这么多人争抢。果然啊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里，还是回到家舒服。就这破院子，也只有师尊自己觉得享受。本帝这是来错地方了吗？这到底是宗门山峰，还是乡下菜园子啊？我观你修炼已经很久，寸步不前，来根玉米，包你突破。他怎么知道我修为卡在大成中期，无法寸进？不了，本帝已经大成期，五谷杂粮对本帝来说都是增加杂质。确定不要？这可是好宝贝。宝贝？一根玉米算什么宝贝？等等，这是大豆碎片。没错，不过你不要，那就算了吧。我后悔了，我要。我修炼整整500年，也才侥幸拥有过1块大豆碎片。可这玉米的每一粒都是大豆碎片，这是绝世至宝啊！没想到只需一口，本帝的修为就从大成中期突破到了大成后期。谢谢你。小事，只要你之后肯拜我为师，以后这些机会肯定还有很多。这季旺生也是个可怜人，有这样一地的宝贝，却不知道怎么炼化，一直困在炼气，可悲啊！不过此地宝贝无数，对日后飞升有大用。就算不当女帝，这个师尊本帝也拜定了。七师妹，神宗女帝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师尊就给了她一根玉米，也值得这样高兴吗？有可能她久居高位，没见过玉米吧？本帝在这山峰上挖地，
都花了这么久了，为何还是没有仙月的下落？仙月到底藏在哪儿？可恶！本地的金玉明明就在北极峰，可为何就是找不全呢？难道是有人早就捡到了？师姐，师妹，要不我们去问问师尊？肯定是我眼花了，我那2个徒儿怎会来伺候我？师尊，2位徒儿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师尊，你劳累了，徒儿为你泡了茶，徒儿给你备了糕点。你们俩当初本就不是真心拜师，何时懂得尊师重道，知道伺候我这个师尊了？师尊，我们想……果然有问题，我没吃你们的东西啊！你们想要宝物，尽管去捡便是。我们想请师尊教我们挖地。挖地？我还以为什么，原来是你们终于肯认真修炼了。既然你们想学，那为师就带你们去吧。他们师徒3人到地里是要做什么？都仔细看着，挖地也是一种修行。所谓修行，就要心无旁骛。我还以为要做什么呢，原来只是挖地呀。这泥土我认得，这是上次用来填海的土壤，这竟是仙界之基黄天厚土，难怪这里能长出含大道碎片的植物。可惜他们修为太低，察觉不到这些都是仙土。他们挖地就是在汲取仙界的仙力。你们挖地就要像为师一样，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不过师尊，你挖地这么久，就没挖出什么吗？有呀。师尊，快告诉我们，你都挖出什么了？炼气增加了1层。那个季峰主，本地能挖一下地吗？接着。这锄头可真重。不对啊，本地都大成后期了，怎能拿不动锄头？不对，这锄头竟是神器。唉，锄头都能成神器，这个季望生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却还是炼气修为。姿势得有多差呀？师尊，你可曾挖到过特别之物？有呀。何物？喏，就是这个，晚上为师上厕所用来照明的小夜灯。本地的仙月终于找到了。这不是皓月女帝的仙月吗？竟然在这里！师尊，我要这个。师尊，我也要。这是我的，难怪本地一直找不到仙月，原来一直在师尊手里。只要拿回来，吸收仙力，本地就能立刻飞升，重返仙界了。拜见先帝。什么你的？这明明是师尊挖到的。这虽然是皓月女帝的东西，但我拿到，日后皓月女帝就算重返仙界，我也能威胁她，让她乖乖给本地做侍女。师尊，徒儿只要这个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师尊，我怕黑，徒儿更需要这个小夜灯。这不是小夜灯。我当然知道不是，可我就要。这群弟子真是没眼界，放着黄天厚土不要，竟然为一个小夜灯就争吵起来。好了，别吵了，为师决定了，你们谁先结丹，我就把这小夜灯给他当金丹。师尊，我现在就去修炼。我也去。这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个小夜灯，但给徒儿当金丹刚刚好。秦时月，出来一战！恭迎2位前辈。 2位前辈驾临，请入座。我已派人通知人族女帝，她即刻便到。人族女帝乃当世公认强者，而剑儿前辈与苍虚子前辈，早在1000年前便已达到大成境界。今日也不知他们谁会赢。这还用说？肯定是2位前辈，他们已经大成后期，
离飞升仅一步之遥。不用担心，就算敌不过，也还有我。你一个炼器，算了，还是靠本帝自己吧。你们两位，谁先来？女帝陛下，我乃大成巅峰，而你不过是大成中期，真要交手解决你，我只需要一招。是吗？那便试试。我有一剑，可斩日月。日月不是早就被我斩了吗？就这点威力，也配叫可斩日月？秦日月，你竟然突破到大成后期了！不错。女帝陛下竟然突破到了大成后期了，可天赋竟如此超群。但大成后期也难敌过大成巅峰的强者吧？不，之前洼地让我体内存有一丝仙力，纵使面对巅峰强者，我也不会落于下风。剑二，你个废物，看我的！你怎么会有仙气？仙气，仙凡有别，哪怕只是一缕，女帝陛下也必胜。可这仙气从何而来啊？难道北极峰的宝物与仙界有所关联？望生，你北极峰有仙界宝物，你为何还在炼气？姬王生果然是个废物，有宝物都不懂修炼。我北极峰的宝物可不止一点。姬往生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！要是把宝物给我们整个宗门，我们宗门早就一跃成为大陆第一宗门了。早知北极峰如此洞天福地，当初就该把北极峰夺过来。北极峰是汪生哥哥的，你们才不准碰！北极峰竟然如此不简单，若我得到北极峰的宝贝，飞升指日可待。两位前辈这是要一起攻击，以多欺少，未免吃相难看了吧？我们可没说要1对1单挑，有本事就让姬往生也出手啊！姬往生不是想当人族之师吗？那就出战战胜我们，否则有什么资格成为人族之师？就是有本事让姬往生上去啊！就是凭什么？只会躲在后边看热闹。他这样的人也能当人族之师，我们才不服！行，这可是你们要求，等下就别怪我了。姬往生乃我极道宗之人，我作为宗主，应当替他迎战。宗主，你疯了！这种战斗岂是您能参与的？宗主大人，那姬王生还不配让您为他冒险。本尊已经登上擂台，那就来吧。自不量力！不说宗主，您没事瞎凑什么热闹？我也没想到，我与他们的实力差距竟如此悬殊。大成修士本就是世间的强大存在，宗主一个化神境，不是送死吗？宗主大人，您太冲动了，姬往生何德何能，让您为他如此？宗主，你退后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你上来做什么？你区练气，不是你能应对的。不自量力，姬往生一个炼气废物，竟然真的上去，简直傻了。我当然是来帮我未来徒儿的。你分明是来拖我后腿的，你快下去！姬往生，既然你想寻死，来了就别想下去了。对付你用不着锄头。你快走！未来徒儿，我不需要你为我挡剑，我有把握。你们敢伤我未来的弟子，本尊怒了。区炼气修士，本座一剑可灭。姬往生，今日你会为你的冲动付出惨痛代价。我岳梦玄的师尊，就算再弱，也轮不到尔等指指点点。师尊，你且下去休息吧，徒儿替你出战。为什么每次我刚要出手，就总会有人来打断呢？姬往生自己打不过，居然让徒弟来送死，懦夫！小姑娘，你还是赶紧下去吧，再晚一点就没命了。岳梦轩，快下来！本尊都不敌，你切莫学本尊送死！没想到极道宗都如此愚蠢，一个两个都来送死。女帝，我真心为你拜入这样的宗门而担忧啊！岳梦轩，你别添乱，本帝命令你下去。
我才不要！我自己的师尊，我自己护。师尊，我结丹了。结丹了？区金丹而已。对面可是大成境界的绝世强者。师尊，那小夜灯，这就是本体。没想到本地的仙月一直在师尊手中，这不是仙月的一部分，而是全部。你们谁先来送死？黄头小儿，以为有了法宝就能阻挡我们吗？小娃娃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人太狂妄的代价。岳梦轩，本帝命令你赶紧退下，否则本帝可护不住你了。师妹，这里有大师姐在，你有后退。徒儿，那你就上吧，切记下手别太重。你就放心吧，师尊。简直自寻死路！自寻死路，小小凡人也敢对我不敬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还是岳梦轩吗？没想到小师弟的徒弟竟如此厉害。接下来就轮到你了。故弄玄虚，我不信你凭金丹修为能够硬扛大成修士的全力一击。不自量力！我眼瞎了，金丹居然能打败大成强者？难道说刚才姬望生给他的也是北极峰的宝物？此等宝物，姬望生若自己使用，就能一步登天。到时本尊嫁给他，就没人会反对了。原来那个小夜灯才是真正的宝物。不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日你若飞升，你便会知道那是什么了。你们两个可认输？我认输。从今日起，我金儿驻守南疆，至死方休。我苍虚子此生独守北韩之地，绝不踏入大陆半步。人族女帝拜我师尊为师，谁敢有异议？没，我们都同意。哎，对，我还愿为北极峰撰写一部传记，颂扬姬望生前辈的威名。神族女帝拜师，不可马虎。既然如此，都布置大殿，下午举行拜师宴。好了，徒儿，你下去准备准备，下午召开拜师宴吧。是。下午进行拜师宴，那我下午就可以筑基了。这一天不可足足等了20年啊！这印记是皓月。秦师妹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的大师姐竟然是皓月女帝，我的死对头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她发现我是金乌女帝，不然以她现在的实力，肯定饶不了我。我得去找师尊，帮忙找回羽毛才行。师姐，如今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所以你到底是何身份？你真想知道？那你就抬头看看天吧。师姐，难道你是仙人？不，我乃皓月女帝。皓月女帝，皓月女帝乃仙界主宰之一，仙月之主，竟然是师姐你。然也，刚才师尊给我的小夜灯，其实就是本帝的本体仙月。现在本帝修为已经恢复到了仙人水平，等我安顿好师尊，我就回归仙界了。去仙界，师姐可否带我一起？当然没问题。师尊，弟子也要奖励。等你结丹为师再给你。不嘛，徒儿现在就要。还是说师尊忍心看我被师姐欺负，没办法还手？行吧。枕头？师尊真可恶，给皓月女帝仙月，给我的却是一个破枕头。这好像是金乌女帝的金羽。金乌女帝的羽毛在这里，难道她也在这里？大师姐，金乌女帝是何人？金乌女帝是照耀仙界的光明，却是我的死对头。别碰，这是师尊奖励给我的。我捡到便归我，待我寻到金乌女帝，定要让她跪地求饶。我说了，这属于我。我说你为什么一直和我不对付？原来金乌女帝就是你！皓月女帝，你欺辱我多日，我要向你反击！是吗？两位师姐，且住！小师妹，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，你快走。不是，其实我想说，两位师姐可曾想过，自己为何会坠落？我是被锄头强者夺走了仙月。我是被小草见地打落凡尘。对啊，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
两位师姐，你们现在是朋友啊，应该联手起来对付那位锄头强者才对。小师妹说的有道理啊。拜师典开始了，都愣着干什么？和为师走啊！本尊宣布，拜师大典开始，恭请人族女帝。一步天之，二步地小，天地共鉴，请女帝拜师。敬茶，女帝敬茶，尊北极峰峰主为师。我人族女帝拜季望生为师，尊为人族之师，昭告天下，人族敬仰之。恭迎人族之师。起身吧。看来终于要筑基了。啊！这天怎么突然变了？莫非天道不允人族女帝拜师？不对，你们快看，季望生好像要筑基了。这强大的天地异象，这根本不是筑基吧？师尊，您只管筑基，徒儿替您挡住天劫。为师何须徒弟替我抵挡？是。天门洞开，这是有人要飞升了！难道是季望生？他才刚筑基就要飞升了？不可能，他不过是筑基，怎能飞升？师尊，是徒儿们要飞升了。什么？他要飞升了？还有我也要飞升了。什么？季望生的3个弟子都要飞升了？千万年来，我从没有听说过同一时间有3个人飞升的，而且还都出自同一个师门。小师弟，没想到你教导的3个弟子同时飞升，你确实不愧是人族之师。望生哥哥，他们走了也没关系，以后我会陪你的。季望生，我曾说过，谁看见我的真容，我就嫁给谁。既然你已筑基，本尊是时候嫁给你了。不是，你们都等等，别着急啊！你们当真想要飞升？当然。那好吧，我在北极峰等你们。师尊，若非你一个筑基，去仙界会有危险，徒儿也想带你一起去的。师尊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了，保重。师尊，若日后有机缘，我定来接你。不就是飞升，怎么像是再也见不到一样？待会儿不就见到了？季峰主，你的3个徒弟同时飞升，你怕是要名留青史了。诸位还请留步。本尊将和季峰主结为道侣，还请移步参加。宗主，望生哥哥是我的。那就一起嫁吧。这还差不多。你们2个都要嫁给我？算了，你们先聊，我去找我徒弟。2位师姐，这里就是仙界。没错，仙界的太阳是我，月亮是月墨玄，没有我们，仙界就会陷入黑暗。不过，现在还是先找到锄头强者复仇吧。可是我怎么觉得这仙界似乎有点熟悉？小师妹，你乱想什么？你从未来过仙界，怎么会熟悉？大家赶紧御敌，是锄头强者！不对，2位师姐请看，这锄头怎么如此像师尊的那把？还真是，北极峰的土地就是皇天后土，难道这个锄头强者就是？徒儿们，为师做好了饭菜，确定不出来吃点儿。我刚才好像听见了师尊的声音，我好像也……
徒儿们怎么样？院子里好玩吗？院子？什么院子？我们不是已经飞升仙界了吗？两位师姐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有没有可能仙界就是师尊的后院？所以出道强者就是师尊？小草见地难道也是？当然，所谓的仙界就是为师的院子罢了，而你们口中的绝世强者也是为师。师尊，你早就知道仙界是你的后院，不然你以为我挖了20年的黄天厚土是挖着玩的？这仙界的每一寸土都是我亲手开垦的。那之前仙界的大劫也是你搞的？是魔猿偷偷潜入仙界，想偷我埋在仙山底下的灵根，才把仙界搅乱的。我懒得管，没想到你们正好赶上了。那师尊为何不直接清理掉魔猿？挖地多有意思，打打杀杀多累。再说，正好让你们练练手，省得总觉得自己有多厉害。茂生，我等感应到仙界通道开启，便带着弟子前来相助。望生哥哥，仙界真的是你的院子，太厉害了！季峰主，我女儿没事吧？这乌龟，哦不，玄武大人一路上可听话了。仙尊，属下已将极道宗众人安全送达。尝尝仙界版的玉米，吃了能长修为。这玉米竟是仙品？不算什么，我地里的白菜都比凡界的神器管用。你们既然来了，就帮忙看着院子，别让不长眼的东西进来捣乱。我继续挖地筑基。茂生，你已筑基成功，按照约定，我愿嫁给你。我也要嫁。望生哥哥不能偏心。再说，挖地要紧。宗主的容貌竟与仙界古籍中记载的创世神女有7分相似。或许宗主也是有大来历之人。父皇，是魔猿的残余势力，他们在挖仙山底下的灵根。得，又不能安心挖地了。徒儿们，去把他们赶跑，别弄坏了我的灵根。是，师尊。只要挖走这株灵根，教主就能突破化神，一统仙界。尔等竟敢破坏师尊的灵根，找死！上次让你们跑了，这次一个都别想活。3个小王啊，也敢阻拦老夫？这灵根，我们势在必得。这番旗是邪气，能吸收魂魄，我们得联手破掉它。
哈哈哈哈！没用的，这是教主用万千魂魄炼制的万魂幡，除非是化神以上的修为，否则根本破不了。吵死了！我的灵根都被你们吵醒了。这破旗子挡着我浇地了。我的灵根要是枯萎了，你们都得给我当肥料。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化神还是大成？徒儿们，处理掉，别脏了我的地。望生，你这实力恐怕早已超越大成，为何还一直停留在炼气境界？炼气多好，闲鱼自在，突破了多麻烦，还要管这管那。望生哥哥，这灵根结的果子能吃吗？看起来好好吃。摘了吧，分给弟子们，吃了能提升道基。寄望生毁我妖族根基，杀我兄弟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日我等借助魔界通道的力量，定要踏平他的后院。牛头大人放心，我已探明寄望生最在意他的先田，我们直接攻打北极峰，逼他现身。到时候大人便可趁机夺取灵根。师尊英明，那吉往生就是个咸鱼，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声东击西。这仙土得轻轻挖，不能伤到菜根，不然仙力就跑了。周山，这仙菜成熟了，真的能直接提升修为吗？那是当然，我女儿就是吃了这菜才快速筑基的。仙尊，妖族大军来袭，数量众多，让岳梦玄他们去处理。我还没看完这颗白菜成熟。这么多妖族，还有姬无道和姬小人那两个叛徒，正好新仇就恨一起算。我们三人分三路，我正面迎击，师姐和师妹左右包抄。妖族闹事，我们极道宗也不能袖手旁观。正好试试我新突破的金丹实力。大人，我们不是对手，快用那件东西。定海神珠，震杀万物。不好，这珠子能吞噬修为。别在我家门口搞破坏，我的白菜都要被吸走了。你们妖族是不是忘了我之前埋在仙山底下的禁制？不可能，这是仙界的上古禁制，你怎么会掌控？这院子是我建的，禁制当然是我布的。徒儿们，把领头的那几个带过来，其余的当肥料吧。
说吧，你们为什么执着于我的灵根和先田？季望生，你别得意，妖族还有更强大的势力，迟早会踏平你的院子。哦，还有势力？说来听听，我正好缺个浇水的杂役。你别嚣张，仙界深处有上古留存的仙族，他们早就不满你占据皇天后土，等他们出手，你必死无疑。仙族传说中在上古大战后隐居的种族，他们的实力深不可测。隐居就隐居呗，别来烦我挖地就行。我记起来了，当年我被小草见地斩落凡尘，隐约感觉到有仙族的气息在暗中窥视。我也是，仙月被挖走时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旁边观察。看来当年不是我不小心斩落你们，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啊。师尊的意思是，仙族故意引导你出手，想借你的手除掉我们这些仙界的掌权者。大概率是这样，他们隐居多年，想重新掌控仙界，但又怕你们联手反抗，就借我的手削弱你们的实力。这些仙族太坏了，王生哥哥，我们去找他们算账。不急，他们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。先处理这几个杂碎。你们两个背叛宗门，勾结妖族，该怎么处置？直接杀了，以儆效尤。师尊饶命，我是被我师尊逼迫的。姬往生，你杀了我，魔教和妖族的残余势力不会放过你。我连仙族都不怕，还怕你们的残余势力？玄武，把他们扔到灵根底下当养料。仙尊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也行，我正好缺人帮我挖地、浇菜。玄武，给他们解开禁制，但要下点手段，让他们不能背叛。仙尊放心，这是中心符，只要他们有背叛之心，就会魂飞魄散。多谢仙尊不杀之恩。下去吧，找周芳报道，让他安排你们干活。宗主竟然把妖族首领当成杂役，太牛了！望生，仙族的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我查阅过宗门古籍，仙族的族长实力可能已经达到了飞升之上的境界。飞升之上又怎样？我挖了20年的地，修为早就够了，只是懒得突破而已。既然他们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玩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得先把我的仙田打理好。季王生，吾乃仙族使者白泽，奉族长之命前来与你商议仙界归属之事。仙界归属？这院子是我的，归我啊！放肆！皇天后土乃仙界本源，岂容你一介凡人占据？速速交出北极峰和灵根，随我返回仙族领罪，尚可饶你一命。大胆！我师尊乃人族之师，仙界的主人，岂容你放肆？皓月女帝不过是失去仙月，转世重修的残魂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你敢侮辱我师姐？金乌女帝被根小草斩落凡尘，更是可笑。还有你，人族女帝，不过是大成修为，也配与我仙族抗衡？你们仙族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？仙族乃上古正统，执掌仙界秩序数万年，自然远超尔等。哦，那你们为什么不敢自己出手，要借我的手除掉他们3个？你知道了？我当然知道，你们怕他们3个联手，怕我这个凡人突然发难，所以先让我们内斗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惜啊，你们算错了，我懒得跟人斗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仙族弟子，拿下他！这是上古仙剑，威力堪比神器。嚯！
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炼气3万层，算不算高？炼气3万层，从古至今，从未有人能将炼气境界修炼到如此地步。那是你们见识短。现在滚回你们的先祖领地，别再来烦我挖地，否则我就把你们的隐居地也变成我的先田。你别嚣张，族长已经在闭关突破，等他出关，定能将你镇压。让他来，我正好想试试，飞升之上的境界能不能挡住我的锄头。望生哥哥太厉害了，仙族使者都被你吓跑了。望生，仙族族长的实力肯定远超白泽，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。准备什么？挖地才是正事。只要我的先田在，我的修为就源源不断。就算他来了，我也能一锄头挖走他的先机。族长，季望生太过狂妄，不仅占据皇天后土，还羞辱我仙族。请族长为我仙族做主。一个炼气修士也敢在仙界放肆！本族长闭关3000年，突破至仙尊境界，今日便要清理门户，夺回皇天后土。好强的力量，禁制要破了。我们一起联手，挡住这一掌。说了别在我家门口搞破坏，你们就是不听。季望生，本族长念你修炼不易，若你现在交出皇天后土，臣服于我，本族长可以饶你一命。臣服？我这辈子只臣服于土地。这不可能！你的锄头是什么神器？不是神器，就是我挖地用的普通锄头，用了20年而已。上古仙阵，万福锁神。这种小阵法，我当年挖地时随手布的都比这强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？我就是季望生，一个喜欢挖地的炼气修士。你占据仙族领地，我不管，但你敢破坏我的仙田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仙珠碎，天地灭。我的白菜，这珠子不错，正好给我当浇水的瓢。现在你还想抢我的皇天后土吗？我输了，心服口服。从今往后，仙族愿意臣服于你，听你调遣。我不要你们臣服，也不要你们调遣，只要你们遵守规矩，别来打扰我挖地，别破坏仙界的秩序就行。你不杀我，杀你干嘛？浪费肥料。你们仙族隐居多年，对仙界的了解比我多，以后仙界的秩序就交给你们打理。
但有一条，不准欺负凡人，不准破坏生态环境。我的仙田要是少了一颗菜，我唯你是问。多谢仙尊不杀之恩，我仙族定当遵守规矩，守护仙界秩序。下去吧，把白泽那个家伙好好管教一下，别让他再出来惹事。望生哥哥，你太厉害了，连仙族族长都被你收服了。望生，你现在已经是仙界的实际掌控者了，我们是不是该举办婚礼了？婚礼可以办，但得等我挖完这块地再说。师尊还是这么咸鱼。不过现在仙界秩序稳定，我们也该为极道宗谋个好去处了。我觉得极道宗可以搬到仙界来，成为仙界的宗门，庇护凡界和仙界的修士。可以，我的院子大，随便你们选块地建宗门，不过不准占用我的仙田。放心，我们会在灵根山旁边建宗门，不会打扰你挖地。师尊，你挖了这么久的地，到底想挖什么？挖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安稳生活的世界。现在差不多快挖到了。主人，您就这么让3位女帝跟着您种地，是不是太浪费他们的天赋了？想当年，他们哪一个不是叱咤一方的存在？浪费？你懂什么？种地也是修行的一种，能磨平心性。你看他们现在心态多平和，比以前整天打打杀杀强多了。那是麻木了吧？属下看他们拿起锄头的样子，都快忘了自己是女帝了。对了，我最近挖地的时候感觉到6界的气息有点紊乱，好像不太稳定，是不是我最近挖得太勤，触动了什么？您才知道啊，您这锄头都快挖穿仙界地基了，6界能稳才怪。那得想个办法稳住才行，不然我这仙田都要塌了。有了。徒儿们都过来一下。师尊有何吩咐？我感应到6阶有点不稳，需要有人专门打理。你们3个就去当6阶管理员吧。管理员是管6界的种地事宜吗？还是和我们现在一样，只是换个地方种地？不，是真正的管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孟玄你去管仙界，晨曦管魔界，十月管妖界。至于人间界、冥界、灵界，我再另外找人接手。可是师尊，我们的修为恐怕难以服众，也未必能稳住一界的秩序。修为，这有什么难的？简单。来，把这个吃了。我突破到仙帝巅峰了。我也是，金乌之力完全复苏，修为直达仙帝巅峰。我直接突破到大成圆满了，距离仙帝只有1步之遥。好了，现在修为够了吧？去吧，好好管理各自的地界，别让6界塌了，不然我没地方挖地，可是要罚你们的。弟子领命，定当守护仙界安宁。弟子绝不辜负师尊所托，稳住魔界秩序。弟子必将守护妖界安稳，不让6界生乱。师尊，您让我们去管理6界。我们虽然修为够了，
可从未做过这些，怕做不好。是啊，师尊，我以前在仙界只管打架和发光，魔界那地方我连路都不熟。弟子虽管理人界多年，但妖界、魔界乃至仙界的规则截然不同，实在心中没底。你们啊，就是心思太重，管理6界跟种地是一个道理。你看这菜园子，有的菜喜阳，有的菜喜阴，有的要水多，有的要土松。你要是把喜阴的菜种在大太阳底下，它不就蔫了？师尊的意思是要阴界制宜？对了，仙界那帮老神仙好面子讲规矩，你就给他们立好规矩，画好道道，他们自己就会顺着走。那魔界呢？那些魔族可不像讲规矩的。魔界就像我这块刚翻过的地，看着乱，底下有肥力，你压得太狠，反而板结，不管不问就长杂草。你得时不时松松土，除除草，引导他们把力气用在正道上。比如修复魔脉，不就是个好活计？弟子明白了。妖界呢？妖界啊，就跟这园子里的花果似的，品类杂，性子野，但长得快。你不能哪管庄稼那套死板办法，得搭好架子，引他们往上爬。长得好了，自然就乖了。种树养花，美化环境，是个不错的由头。主人，您这套种地管理法还真是别具一格，有用就行。对了，你们这次去，帮我把这个带上。这锄头跟我那把大的同源，虽然没它厉害，但能镇地气，平稳乱。遇到哪个地界不稳当，往地上刨2下，比什么法阵都管用。师尊连这个都为我们准备好了。行了，别磨蹭了，早点去，早点熟悉，早点让6界稳当下来。记住，实在搞不定了，就回来找我。咱们北极峰永远是你们的后盾。师姐、师妹，我突然觉得肩上的担子没那么重了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无论6界多大多乱，身后都有这么一座峰，一个院子，一位永远气定神闲的师尊。走吧，别辜负了师尊的信任，也别耽误他挖地。参见女帝大人。女帝大人修为大涨，仙气更胜往昔，实乃仙界之福。众仙平身。从今日起，仙界启动全面修复计划，所有仙人各司其职，参与仙山重建、仙脉修复之事，不得推诿懈怠。遵女帝令。另外，师尊有令，仙界禁止无辜争斗，一切以修复秩序、滋养仙土为重。若有违反者，按仙界新规处置。一定要把仙界管理好，不能出任何乱子，不然师尊没土挖，肯定要骂我的。参见金乌大人，大人驾临魔宫，令魔宫蓬荜生辉。传本帝令，魔界从此禁止内斗，所有魔族部落需合力修复受损的魔脉，滋养魔界土地。若有挑唆纷争、阻碍修复者，严惩不贷。属下遵命，定当约束众魔族，全力修复魔脉。还有一事，日后在魔界，若见到一位扛着锄头、一身布衣的凡人模样的修士，需恭敬行礼问好。那人是我师尊。是，属下定当传令下去，让所有魔族铭记于心。参见女帝大人，不知大人驾临有何吩咐？从今日起，妖界成立植树造林司，专门负责养护大地、培育灵植。妖界众族需和睦相处，不得随意破坏植被、践踏土地。植树造林司，
不错，这是我师尊的指示，要把妖界建设成6界最美的花园。你们需尽心尽力，不得有误。属下遵命，定当照办。这下好，6阶稳固，我又可以安心挖地了。在小小的院子里面挖呀挖呀挖，咱小小的修为，等徒儿回娘家，